大半夜刷到富婆的评论区，点开就看到我老公的评论，从不会说情话的他在评论区以一敌十，获得富婆的回复。我本以为他是工作压力大，不想几天后富婆动态上说他找到了真爱。照片上一双手揽住了他，手上的痣和我老公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圆圆，我可能要过几天回来了。他开始很少回家不说，还逼迫我把在他幼时就跟人跑了的婆婆接回家伺候。只是这个婆婆好像有点眼熟。我是个网速达人，总爱在深夜看点热点视频，今晚刷到的就是富婆的评论区。60岁的富婆一身定制旗袍，坐在她的法拉利上，本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动态，却拥有20万条评论。怪我睡前没把童话书合上，让公主跑出来了。短发女孩一直是我的软肋。三国不是灭了吗？怎么还让我看见貂蝉了？我笑趴在这竞争激烈的评论区，感叹男人们的嘴甜。突然一条高赞且获得富婆回复的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这个账号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是我老公杨旭的小号。半年前他说他要做美食博主，开了小号，不过我早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刷到过。一看一个不得了，就见连我生完孩子都只会发朋友圈说个瓜熟蒂落的人，在富婆的评论区以一敌十写了篇500字的深情表白不说，还成了富婆唯一回复过的评论。这兄弟看来是成功了啊，我们咋办呢？不过这兄弟好像结婚了吧？不地道啊，已婚的还跟我们抢。杨旭做菜视频里未摘掉的戒指，令他成了众矢之的讨伐的对象。我抱有期待往下刷去，杨旭的话让我慌乱了。他竟然说他老婆早死了，现在带着不过是为了怀念曾经那段幸福的婚姻，一番话说的刚刚的人个个道歉。富婆也为他的深情感动，说要跟他私聊。看到这里，大门响了，杨旭回来了。最近加班太多了，我有点扛不住，先去睡了哈。好，老公。望着他直不起腰的背影，我安慰自己肯定是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在网上说点什么抒发压力吧。我起身去给他准备洗澡水，却不忘随手关注了富婆。几天后，杨旭出差不在家的夜晚，哄完孩子睡觉，我无聊又打开手机一顿乱刷，一对男女的官宣的动态，看头像我认出来是那个富婆。身旁的男人没有露脸，一双手揽住了富婆，手上的痣和最近一直在出差杨旭的痣一模一样。你好，我的后半生简简单单的7个字，还有这大大方方的官宣，可见富婆对杨旭的喜欢。我紧张的心跳停滞了一下，看了眼富婆的 IP 后，给杨旭的好兄弟杜大勇发消息过去试探。杨旭是不是去安市出差了啊？是啊，嫂子，旭哥可辛苦了，你千万别多想。好。明明杨旭说的是去海市，那个富婆才在安市。我不过一句试探，杜大勇就露了馅。看来他知道杨旭在做什么，也知道杨旭在哪里。片刻过后，杨旭打来电话，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顿指责。顾小媛，你是不是不想过了？我出个差，你还要去问东问西，问到我朋友的头上。我看你是做全职妈妈做的四肢退化，脑袋有病了。你再这样，大不了我辞职，一家人饿死算球了。骂到一半，他身旁一道女声冒出。杨旭急忙挂断了电话，我悬着的心彻底坠入谷底。真相呼之欲出，杨旭出轨了。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好，妈妈在我3岁就没了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，我爸对我从来都是一塌糊涂。遇见同样从小没妈的杨旭后，我们火速相爱。顾小媛，他是个穷光蛋啊！我不管，我爱他，他能给我一个家。不顾我爸的劝阻，即便接亲当天说好的8万彩礼变3万，我还是义无反顾嫁给了杨旭。现在想来，我爸就是个渣男，他怎么会看不出杨旭的渣？我取下手指上的婚戒，开始期待杨旭接下来的操作。第二天清晨，杨旭回来了，一反常态给我带了礼物不说，还对我说起了好听话。圆圆，你知道我们的家庭条件，我不去努力，怎么给你和孩子好的生活？我知道昨天我说的不对，但都是为了你和孩子。没事。我点头说好，面上一片平静，心里恨不得现在就剁了他。吃饭时故意做了他最讨厌吃的腊肉，他却吃得开心，还主动夸赞我的厨艺变好了，更是主动提出他来照顾1天孩子，让我出去找闺蜜放松1天，随便玩耍就是了，钱他来出。拿着他给的钱，我毫不客气玩到深夜回家，打开门就见他黑着脸。
看到是我的瞬间，变脸笑了。我洗漱好，杨旭凑了过来，我知道他憋了一天的坏脾要来了。圆圆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你说。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。我不是本来要去海市出差，但是半道上有人联系我，说我妈生病了，没人照顾，我才去了安市。她现在一个人孤零零，老可怜了。我想把她接过来照顾。我诧异打量起她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妈在她1岁就跟男人跑了，跑的那天正是酷暑，他妈给她扔屋里就是1天，差点没让狗给叼了。不是他爸提前回家，他估摸够呛。以前提起他妈，他就咬牙切齿，声称这辈子都不会联系他妈，更不要提什么养老。不对，这里面绝对有问题。好啊，那明天先见面吧。圆圆，你太好了。一进餐厅，杨旭兴奋地把我往里面包间领，气质优雅的女人坐在里面。这就是我妈。我仔细一打量，好家伙，哥这以为我眼瞎呢。这女人不正是他网上官宣的富婆？我只觉得被气到七窍生烟。杨旭他怎么敢啊？谁知他接下来说的话更是让我差点当场气死。杨旭急不可耐坐到女人身旁，一脸诚恳要当好这个孝子。我叫陈素娟，就是抛弃杨旭的妈，这些年在外地打拼，有了小成就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想着回来在儿子身边享享天伦之乐。说到动情处，富婆红了眼眶。不是事先知道富婆的真实身份，我真的会差点信了。阿姨，不，妈，你这么想是对的。我们小贝的确到了该尽孝的时候，你要来我们家，我是非常乐意的。妈，你看，我就说圆圆好吧。富婆闻言激动的点头，眼底的激动在我看来真的不像装的。紧接着，她从椅子上拿出一堆礼盒递给我。妈，这是第一次见儿媳妇，哪能不送礼？这是南澳白珍珠，这个是大溪地黑珍珠，这个是条蜡绿手镯，都是女人会喜欢的。礼盒一个个摆在我面前，东西全是我刷短视频才见过的好东西。我颤抖着手打开，只敢看一眼。你一个带孩子的女人，哪里需要什么名贵珠宝？我的宝贝儿子，妈给你准备了更好的。妈，是什么？秘密。杨旭喜得开始搓手，拉起富婆往我们家走去。妈，您先坐，今天我非得给您大秀一手不可。我乐见其成多了个富婆妈妈，坐在客厅陪着富婆吃草莓。刚吃没2口，门铃声响起，我起身想去开门，富婆伸手拦住了我。杨旭跑去打开了门，杜大勇冲了进来，二话不说朝着杨旭就是一顿打，打得他两眼冒金星。杨旭，你个王八蛋，我给你打掩护了，你呢？你竟然跟我老婆说我在外面找小三，你知不知道她现在要离婚？大勇，你冷静啊，我怎么可能呢？杨旭大声为自己辩解道，不忘记疯狂使眼色给杜大勇，想要拉他出去说。傍上富婆就毁了我，是不是？杨旭，咱俩没完。杜大勇愤恨打开大门走了，眼底一片猩红，想来他那新婚不久的老婆应该是挽回不了。杨旭站在原地，掏出手机仔细查看，确定他的回答没问题。他疑惑地去厕所擦脸，我瞥到沙发上的富婆陈素娟在偷笑，见我看过去，他又对我和善的笑了。很快的功夫，发生在杨旭身上的奇怪事越来越多。本对他器重的领导打电话痛骂他不说，就连向来对他称赞的公公也和他闹掰了。杨旭算是明白过来，他被人整了。妈的，不要让我知道是谁，不然我非得把他弄死不可。肯定是嫉妒我有了有钱的妈。好了，乖儿子，大不了就去妈的公司上班，直接做总经理，做法人，多好啊！妈，你最好……我抱着孩子坐在对面发呆，低头发现了陈素娟对杨旭的嫌弃。一闪而过的嫌恶，我只当是眼花看错了。可随后发生的事让我确定陈素娟有问题。大半夜，我看她屋里没关灯，好奇走过去给她关门，就看到白日里神采奕奕的她，这会正在对着一张照片抹眼泪，边哭边在说着什么。我忍不住凑近偷听。我一会让她恶有恶报。我心里一惊，不小心发出声。陈素娟慌乱把照片掉到地上。妈，早点睡吧。她惊魂失措的模样，让我不由好奇照片上人和她的关系。我猛然记起了那女孩是谁，杨旭的初恋女友，而且还是死了很多年的那位。女孩选择用8条床单绑起来下楼去找杨旭，结果摔死了。
想到这里，我害怕的想进屋告诉杨旭，毕竟他是孩子爸爸。顾小媛那个胖女人让我恶心，碰都不想碰。将就嘛，兄弟，我才不将就。等我把这便宜妈钱骗到手，我就甩了她顾小媛。我睡到沙发上，看着屋里这两个怀鬼胎的人，我倒是有点期待他俩谁会赢。小媛，陪妈去逛街不？好啊。有便宜不占，除非我傻。我被他拉着在商场一圈扫货。父母总是最爱孩子的，能为了孩子做所有旁人想不到的事。小媛，你真是个好姑娘。妈，你也是个好妈妈。我随口一句敷衍，没想他听得嘴唇颤抖。不对，他不应该这样。我正盘算怎么摆脱陈素娟，好查清楚她的怪异。就在这时，杨旭带着一个女孩出现了。年轻靓丽的女孩走过来，就是一道风景线。陈素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我躲进了试衣间。不是吧？他又不是你亲儿子，你这么护着他？你怎么？陈素娟惊讶我知道了真相，我对她翻了个白眼。算了，不装了。杨旭和女孩从试衣间门口路过，从两人的交谈里得知了他们的关系。女孩是陈素娟公司里的实习生，被杨旭总经理的身份迷惑，两个人勾搭到一起。一听女孩20多的年纪，我急着想出去拆穿杨旭的真面目，以免女孩吃亏。别去了，白娜不会吃亏，她是我安排的。你安排的？是啊，别看她长得小，杨旭可玩不过她，你等着看戏吧。说到这里，他的眼神有些复杂，有点磕巴，想开口说话。我猜定是他女儿的事不好开口，先开口说起了他女儿的事。对于他要报复杨旭的事，我是绝不会阻止。他瞬间神色暗淡了不少。算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之后杨旭的电话越发多，不时嘴上总会提起白娜，不是说他有投资眼光，就是夸赞陈素娟对他的好，从头到尾没提过我。果然，我的预感没错。一天午后，陈素娟有事出门去了，杨旭把我拉进屋里，说起了悄悄话。圆圆跟你说个大事，我最近可能要出事了，那个公司出了点问题。圆圆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不是真的，就是个假离婚。我会把房子、车子、孩子都给你，然后钱我也一分不要，房贷以后你自己还。这种好事，我怎么会拒绝得了？在杨旭的多次解释保证下，我一脸悲戚又无奈，和他以最快速度办理好了手续。办理完成的当晚，我和陈素娟碰杯庆祝。没了婚姻的束缚，杨旭彻底放飞了。虽然为了维持在陈素娟心里的形象，没搬出去住，但10天半个月见不到人影，小号 IP 更是全国各地的变化。闲得无聊，我问起陈素娟，当初杨旭在网友面前都说我死了，后来是怎么在陈素娟这里挽回形象的？亲爱的娟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你放心好了，家里那个老婆是活的，但是在我心里早死了，我心里只有你唯一的娟。那后来你咋又成了我婆婆？我说我一把年纪不想情爱，认个干儿子就好。谁知道他这么热情，我打了啧舌，为杨旭的无耻。也是我手贱，又刷到了杨旭的账号，这次发的是泡温泉，烟雾缭绕中他裹了个浴巾，旁边是白娜的笑声。只是还来不及我为他祝福，开启新生活，杨旭的投资出了大问题，白娜也在一夜间消失不见了，同时还带走了杨旭费尽办法弄来的所有钱，最关键还有他仗着法人身份做的贷款，要是还不上，他可是得进去。杨旭跪在地上，一个又一个打自己的耳光。妈妈，你要救救我啊！真的全让他带走了啊？那可是3000万啊！做生意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那笔钱已经我公司现在能拿出来最多的流动资金。妈，我是你儿子啊！妈！陈素娟被他说的痛苦落泪，更是被气到一口气没上来，撅了过去。杨旭抱起他往医院跑去，却在把人送到医院后跑了。我着急忙慌赶到医院请了护工。病床上的陈素娟睁开眼对我笑了，拍了拍他空空如也的口袋。我知道杨旭的地狱开启，离去的白娜竟然回来了，还带回来翻倍的收益。杨旭拉着他在账号上秀恩爱，号称已经和他绝交的杜大勇也出现在视频里。旭子，这可是咱家全部的养老钱，万一……爸，你放心好了，亏了有我给你撑着，放心好了。领导啊，这种好事肯定有你啊，咱们这回是背靠大树，
白娜那边的关系硬着呢。他们一群人跟疯了般把自己全部身家压到了自称有关系的白娜身上。他们在机场挥手送别了白娜，杨旭在账号上不舍得承诺等白娜回来。亲爱的，等你回来，我就给你办一场全城最风光的世纪婚礼。我杨旭说到做到。我看着他的美好构想，绷不住笑出了声。电话也在这时响起。喝多了的杨旭对我一顿奚落辱骂。顾小媛，我实话跟你说，这辈子我都打没算跟你复婚，你休想分我的财产。林建美，你这种黄脸婆就配净身出户。你不难过吗？你说话啊。力度加重一点，挺舒服的。变故在一夜间来了，白娜联系不上了。杨旭在社交动态上不停呼唤白娜上线，可他的头像直接变得漆黑一片，白娜注销了。注销了？怎么可能？白娜，你回话啊。杨旭开始慌了，十拿九稳的心态没了。他悬赏找人，按着资料找人，甚至用上了他能想到的所有人脉。可惜白娜就好像不存在一样，什么都是假。你看，又打电话来了，估计是真急了。能不急吗？贷款可得到期了。我笑着给陈素娟削苹果，便把我们两人的手机全部调成静音。四个贪心不足的人不仅仅借款，还跑去贷款，幻想着一夜间暴富。杨旭被他爸打得脸上没块好肉不说，最后的一点生活费也被抢走了。我们说到这里，陈素娟困了，我正要离开她屋里，大门突然响了一下。我起身想要查看，陈素娟拉住了我的手，噤声让我别动，应该是有问题。话音落下，屋里的灯光也没了。妈，这是？应该是他们狗急跳墙了。我这才记起来大门密码没来得及改，因为最近事太多了，没想到会留下隐患。刚锁好卧室房门，门外的脚步声响起，杨旭竟真的带人闯进屋里。狗急跳墙的他们想要保了陈素娟这个富婆，逼迫陈素娟拿钱出来救他们。